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4月23号，星期三。但是我们今天加播一场，然后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半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。那么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是准备直播1个小时，11点半到12点半。那么，大家如果说要问你们关心的股票的话，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析更多你们关心的股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市场，今天是一个高开，标普指数是一个高开，跳空高开，对吧？那么现在这个市场是严重的受到了特朗普或者叫川普。为什么这个川普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，非常贴切？特朗普好像或者川普就学过川剧的变脸一样，对吧？现在这个老登，这货现在变脸比翻书还快，今天是这样，明天是那样，翻脸翻得非常快。那么现在完全受到他的影响，他因为之前这个说要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上发文抱怨说那个鲍威尔美联储主席行动太慢，不降息，玩政治，说要解雇他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昨天又被改了，又不解雇那个鲍威尔了，害怕了，因为这个市场又给他颜色看看，对吧？这是那天他说要威胁解雇鲍威尔的时候，那么市场就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现在又不解雇了，那就开始大涨。所以说呀，这个真是一天一变。然后跟中国的贸易战，打来打去也是，现在也开始从100%多又要降了，也降到50%、60%。市场整体来讲还是乐见于这些新的改变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技术上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变化。虽然说新闻上或者说每天的消息面特别多的噪音，我们看一下技术上。技术上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变化，就是标普的周线，我现在看的周期，看这个水印儿，我的解盘都有水印儿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周期非常重要。如果说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周期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跟踪我在讲什么东西。所以说，在缠论里面或在我这个直播里面，周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水印儿，这里我的直播里面都带水印儿。那么标普的周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，因为任何一个转折呀，都需要有顶底分型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，在上面的时候要有顶分型，在下面的时候要有底分型，任何的转折你都要有顶底分型。那么现在标普的周线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，就是出现底分型了。那么这个本周这根 K 线这个高点打掉了上周这个 K 线的小高点。因为上周这个小高点跟上上周这个 K 线的高点，它们经过包含处理之后，那么这个底分型的这4根 K 线构成了底分型。那么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是这样，只要第3元素，我之前说过底分型有3元素，只要第3元素的高点超过了第2元素的高点，就是包含处理之后的第2元素，它就出现了底分型。那么现在标普在周线上就出现底分型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，对吧？因为任何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啊，没有底分型你谈何转折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必须要首先要出现底分型，现在底分型已经出现了，那么现在就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守得住。底分型如果是守得住的话，这里必然要生长出一笔来，或者说你把这个底分型这个最低点打掉也可以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底分型就变成了一个中继的底分型。那这样的话就是延续前面的一个下跌，就是下跌没结束，所以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好的迹象。那么再看一下日线上，就是这些 K 线构成了底分型，但是呢，在日线上的话，这个结构是非常的复杂的，或者说非常的不规则。那么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上涨一笔，但是在我们之前划分的时候，我是先画到5459。画到5459的好处就是这个反弹够一笔了，回撤我也算它一笔。之所以说算它一笔的原因，是因为
这里有2根 K 线也有包含关系，但是呢，它满足时间这个要求，它有5根 K 线。因为在大周期上，我是在分析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这样分析的，尤其是大周期，就日线以上的周期是可以这样分析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缠论里面是可以用递归的，对吧？我递归的时候，不是说必须要有低点到低点，不是说从最高点到低点我才能递归，我只要是3根就可以递归，就是3笔，蓝的是3笔，红的是线段，我3笔就可以递归成一个红颜色的线段。所以说，在日线上的话，我这里当成一笔来划分，或者说来这个分析，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它就满足了一个什么呢？满足了从6147下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要的是这个5，第5段第二买，对吧？如果说你不这么划分的话，这个2买是体现不出来的。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是潜在的，这个是2买位，前面是1买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期待是能够再次出现一个高点的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一个3笔构成什么呢？构成周线上的一笔，也是一个递归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画的一个原因，底层原因在这里。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么分析的话，现在就是出现2买之后的一笔上涨，但现在这个上涨只有3根 K 线，对吧？那么它也可以再把这个今天这个跳空缺口再补上，回补之后再往上走也可以。无论怎么走或者市场怎么选都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你只要防守位5101.63不被打掉，那么这里你就要生长出来一笔。至于你是一个缓慢上涨一笔，还是一个强势上涨，这个没有人知道啊，没有人能够预测出来。所以你在当下交易的时候，只能依据你当下知道的信息做你的仓位进出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啊，我在这个位置，你说你现在说这个进场了吧，然后呢，它又被打掉了，你说你这个分析没有用，对吧？你说你这个位置能生长出来一笔，后来又被打掉了，又延续，那你这个分析没有准确性啊，没有100%的对应性啊，对吧？很多人愿意在市场里面找100%的对应性，什么位置我100%进能赚钱，什么位置我100%做空能够赚钱，喜欢找100%的确认性，没有啊。如果说一个人告诉你他100%知道市场怎么涨，100%知道市场怎么跌，那这个人有可能是特朗普。你如果说有特朗普这么一个，你如果说能够从他那得到 inside news 的话，也可以，对吧？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特朗普的家族或者说特朗普身边的一些高官确实有这个能力。你如果说也是这个方面的人的话，那不需要来听我们的不需要听我的直播的，对吧？我针对的是我们没有 inside news， 只能看图形，只能看新闻的这些朋友。你所能做的就是在现在我知道的这些信息，这个位置就是潜在的一个2买，我这个位置出现了，我就要进。至于进多少，那个就看你个人了，对吧？有的人风险喜好高的，可能进的比较多一些，50%、70%，甚至满仓干，没有问题啊，你能够承受就好了嘛，对吧？你这个位置进了，你可以把止损就放在这个稍微的下面一点，比如说这是5101，你放在5100或者5050或者5000都可以嘛，甚至是放在这个4835也可以，只要你能够承受就没有问题。所以说，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其他消息的情况下，只能够根据我们当下所有人都知道消息来做交易的时候，你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。这一步进场了2买，然后能不能够出高点不知道，我这就是作为防守。我能够承受的损失就是这个下面一点点23%的一个亏损，你只要能够承受这个亏损，你就可以进。首先把你出场的这个位置或出场的路先想好了，我能亏多少，我能够承受多少。你这样的话，什么位置你都可以进，你只要能够承受，对吧？很多人是只能够就是说赚的时候我没有问题，涨的时候我那个可欢腾了。但是我承受不了亏，那你这个就只能赚不能亏，那这个市场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市场里玩的呀。所以说一旦想好了你能够承受亏多少，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无所谓涨跌的。那么你一旦把亏损控制好了，那么盈利其实是自然而然的，长期下来你就自然而然的一个赚钱一个状态。所以说先想好你的出路，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立于一个不败之地。好的，那么对指数的话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。看一下大家那个做的提问，这个苏三朋友问
TEM Tempus 哦，这是之前这个我们是讲过一点点，这是做 AI 的这么一个小公司，之所以前面这段大涨，好像是当时佩洛西吧，这个佩洛西女股神或者她老公在这个买期权交易，然后这波涨了起来，这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票，然后被他给玩火了。但是呢，你想去进场做一把没有问题的，只要你能够承受它的这个大震荡，因为毕竟它的盘子小嘛，在这个周线上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周线的一笔回落，然后也出现了周线底分型了，对吧？周线底分型已经出现36.22，然后呢，这个其实你可以画一根趋势线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线，从前面的最低点。看到没有？前面的这个几个低点连线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它还在大趋势上，也就是说周线这个趋势并没有被破坏，周线的上涨趋势并没有被破坏掉，所以说这就是大周期的趋势线有这么一个好处，它只要不破坏这个趋势线，或者叫颈线也可以，这个不破坏的话，它就继续能够盘旋向上，对吧？那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这样上去。除非你是这个有 inside news， 你可以去这么操作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已经出现周底分型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关注的就是这个 91.45 下来之后的内部结构。这个底分型，如果说 91.45， 因为我们用的双触发嘛，底分型已经出现了，是首先触发你观察，对吧？无论是哪个周期的我们是双触发，第一个触发是顶底分型。顶底分型只是触发，你要开始，我要开始看盘了。这个现在盘面是不是变化？我是不是要进场了？对吧？只是触发你这个。至于点鼠标开始买卖，你还要第二个触发呢，就是它的内部，这段的下跌的内部是不是够饱满？是不是有背驰？是不是能够保证我进场的成功率？这就是双触发的目的。那么周线上，这是3段，我们把这个给它补全了。周线上出现了3段，日线上。日线上是一笔，然后周线上是一笔，日线上出现3段，对吧？这是3段，然后这个第3段还有背驰，这是明显第3段出现背驰了。那么这些 K 线构成了这个周线那一笔。那么现在呢，还是2种情况，因为只要周线上这一笔没生长出来之前，就是 36.22 这个位置，你只能说潜在的这个转折位。那么这里其实还是可以画一个潜在这么一个日线中枢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 91.45 跌到 36.22， 你这个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，它完全是可以构成一个反向中枢之后再打一个低点，你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下跌延续嘛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现在是出现了一笔的上涨。那么又到了这个120、200天均线，如果说你在下面有进的话，你也可以等一个顶分型出现，也可以出一个顶分型，我再减也可以。现在吧，如果说想生长出来周线上那一笔的话，一定要站上这个明显的这个120天均线。我们看前面这里，120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均线，必须要像这样突破了120天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企稳才能起来，对吧？现在是明显是受制于，我们看裸 K， 明显是受制于这个120天均线这个位置。对吧？这个位置站稳了，然后起来一波，你现在正好卡在这个位置。然后你看它俩的不同点，我们再比较一下不同点。看这个 MACD， 这个位置是冲破了120天，在这里蹲了能有3、4天。然后这个 MACD 是快卖线张口非常大，往上冲到了0轴以上。那这个呢，张口也就是刚刚开始张口，然后这个快卖线的柱子长度也没有前面这里伸长的明显，对吧？动能并没有太强的往上冲，所以说它可能是在这里蹲一下，然后再起来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已经在下面有进的话，那么这个位置可以先减一减，或者说更稳妥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等一个顶分型再减一减，减完之后看它能够回搓一下，也就是小周期1小时上可能要做一个中枢。现在1小时中枢，1小时上的话应该是一个1、2、3段。
然后搓一下之后再起来也可以，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个人选择就好了。这就是 TM。那么再看朋友们问的这个 Mary 朋友问这个阿里巴巴是吧？阿里巴巴的话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图形上的跳空缺口非常多，因为现在这个中概股啊，他们都可以在港股交易，所以说他们这个跳空缺口就非常多，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看它的大周期。那么在这个我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，那么月线上最低点在58.01， 58.01之后，我这里在月线上是画了3段，就是1、2、3。为什么第一段也画出来呢？因为啊，因为它这个回拉这一笔是够月线上是回撤，这一笔是够一笔的，然后这样也是够一笔，但是它这段是不够一笔，但是你在大周期的时候是可以先这么看的。那么这个3段构成了这个季度的一笔上涨，也就是说它在季度图上是满足了一笔反弹的，对吧？就是在这种大周期上，季度上说白了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反弹，你也可以从前面那个最高点测一下。但是呢，这个强的反弹，季度上一个反弹也没到这个157.83，这就是季度上的这个最浅的0.382的一个反弹，并没到。当然前提是这段要结束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在月线上画出3笔的原因。那我因为我可以测这个3段来看一下它的空间，因为它刚好是在一个等比例的位置，看到没有？也就是这段和第3段到129.92或130吧，到130附近刚好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。所以说你如果说不能够很有力的突破130的话，那基本上还要再回来一次，然后再上去。也就是说周线上它可能要回来做一个中枢，周线上要回来做一个中枢，这样的话月线上就有一个大中枢，然后再上去也可以。这是在这个大周期上，但是呢也是一样，从66.63这里这个上涨它也要结束，对吧？那你只是说在月线上是这样做一个中枢再上去，也是可以这个月的顶分型被打掉再上去，所以说都可以。那么你就看哪种可能性更大，降低周期。然后再要看它的周线上，我把这个结构给它补全了。周线上之后，也就是从66.63这个起涨点，我们把这个分隔线放到66.63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只关注66.63右侧这些图形，看它结构够不够饱满。那么在周线上是什么样的图形呢？也是一样，这个进入段啊也是这个特殊化的，因为它是一个2次回落，我要的是这种2次回落构成中枢。因为这个缠论里面讲过，就是构成中枢的时候你必须要满足定义，但是进入段和离开段都可以是跳空缺口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进入段跟离开段的时候，它不满足5根 K 线或不满足它的定义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它的结构构成中枢的这个结构必须要满足这个定义。这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分析和在交易的时候是有区别的。那么这个是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进入段是不满足的。但是呢，在周线上它出现过一次回落，周线上还给了一个大300，对吧？周线上给了一个大300之后又上去了，走一个离开。那么我现在在周线上我要比较一下什么呢？比较一下这个从这个起涨点，从72这个起涨点这3段有没有被吃，就是在当下这个148附近你能不能够出得来。这就是利用复盘的时候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等比例的位置了，或者背驰的位置。在当下这个位置你是出不来的，因为它是突破了等比例，突破了125.88，也就是说它在等比例之上的时候它是不背驰的，这段是不背驰。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出得来呢？我们就需要更小周期了。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段，看一下它的内部能不能有什么结构，给到我们一些分析，或者说给到一些依据，你在小周期的时候，在当下148附近能不能够出得来。因为如果说148附近你能够出得来的话，那这个后面这么一大波的回撤能够避开肯定是更好了，对吧？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。
那我们看一下在日线上，在日线上的话，这波上涨明显的是一个123段，对吧？从80.15这个上涨，这是我们刚才在周线上看到的那一笔。我们现在要在日线上找这个148.43附近怎么能够逃得了，怎么能够逃顶？这就是我们利用区间套，日线上明显是3段，对吧？明显是3段，你在80.15涨到这个位置之后，肯定没有办法卖呀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背驰结构，我们需要看到背驰3段，最少要看到3段。那么在日线上，只有它回撤一次之后才出现3段。那么这个3明显是比1是有短的空间，目测也知道。那么这个位置你可能当时卖不了全卖不了，你可能要减掉一半或者减掉多少仓位，对吧？因为它并不，它回撤一次之后还可以再继续上，就是在当下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够全部卖出。如果说在下面有买的话，这就是利用我们来复盘你在当下应该怎么操作。但是应该减仓是肯定要减仓，毕竟它是出现背驰了嘛，3段出现背驰的这种情况，然后月线上又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，又是一个等比例的。130又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，所以说前面这个高点我们看一下多少，是145。那么你即使卖在130之上的话，也就是130在哪里？130在这里，也就是说你卖在这个位置，等比例的位置，也比你傻拿到100强，对吧？你可能在这个位置卖一半，然后到130，你看它要下去了，可能要再减一些。这就是你利用多个周期。月线上130是一个等比例，上不去，然后这个周线上没有明显背驰，然后日线上出现3段背驰了，所以说你是分批减的，你除非你是知道后面有这个特朗普这些幺蛾子，你能够全卖出，但是如果说不知道的话，在当下你肯定是分批减，这里可能减1/3，到了130感觉上不去了，可能这个位置又要减1/3，可能留一点底仓，对吧？就这样的话。它下来之后，你才能够，因为上面你卖了，高位你卖了，下面你才能够买回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周线上它这个回落还是不够比的，周线上从148这个回落是不够比，那么它继续可以涨，再次突破148，意味着这个80.15上涨没结束，所以说啊，分析来分析去还是一个仓位应对。你在这个上涨下跌过程中，你有没有在高位或者相对高位减仓，然后你在相对低位补一补，其实就是一个仓位加减的一个动作。那么你说技术分析真的是多么神奇，能够让你全部逃顶吗？没有办法的，你即使学了技术分析，在这个位置你也全卖不出去啊，对吧？毕竟它在这个当下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只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的一个背驰而已。这3段背驰，然后这个周线上也是没背驰的，然后虽然说月线有一个等比例，但是它当时是在等比例之上的，所以即使你会技术分析，也不能够保证你100%的全仓逃顶。不要觉得技术分析就是什么一个好像是多神奇的一个东西，这个技术分析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利用这个震荡，利用这个波动。能够让我们的持仓成本降低，你的目的是能够避开一些大的调整，对吧？不是说让你100%的这个避免这个风险，市场的风险是没有办法100%避免的。如果说谁能告诉你他能够100%避免市场风险，那有可能他就是特朗普，对吧？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涨，什么时候我让他跌。如果他对市场有这么一个主宰作用的话，他确实能够控制，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的，你只能够减少你的这个仓位受制于这个波动，对吧？我的仓位，我在上面的仓位开始慢慢变小，下面的仓位开始慢慢变大，那么我可以利用这个震荡，震荡不是坏事，很多时候，尤其对你学这个技术分析的人，震荡不是坏事啊，只有这个震荡的时候，我才能够做差价呀，对吧？低买高卖，或者说是高卖低买。那没有震荡的话，一根线在这里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这个差价交易呢？做不了。所以说啊，针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话，就是你在下面如果说已经加了的话，那就至于等待就好了，对吧？
那你也可以从这个最高点，它这个148这个回落可以测一下现在反弹的位置。现在已经反弹到 0.5 了，但是也没有出现顶分型呢，日线上也没有顶分型，你也可以减啊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这个地方到了这个位置，你要减多少，那就看你自己的风险喜好，或者说你自己的性格。你如果说想拿一点，想多拿一点，再往上拿一拿，摊一点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你要承受这个位置已经是要出现顶分型，比如说你今天没减，那明天出现顶分型可能直接就杀到这里。你这个位置再卖可不可以承受？如果说能承受的话，你就这样做，对吧？承受不了，我说啊我害怕，那我这个位置就可以减。所以说呀，技术分析不是什么这个告诉你一个多神奇的事儿，只是告诉你我在这个相对高位或者说相对这个压力位置，我是不是要减点仓？就是这么一个仓位管理，就是这么一个资金管理的这么一个事儿。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阿里巴巴，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至于怎么选的话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再看这个苏三朋友问了一个 QQQ 的图形啊，它跟这个标普的话是他们的这个图形结构应该非常接近，但是呢。QQ 的这个周线上明显没有出现这个底分型，看到没有 ？QQ 我们现在看的是裸 K， 这3根 K 线明显没有出现底分型，对吧？因为它这个包含处理之后，高点在这个上一周的高点465，明显底分型还没有出现。我们把其他的清清。所以说，这是 QQQ 明显的是比标普大盘弱的，因为 QQQ 主要都是这些大科技公司，这次跌的比较狠的也是这些七姐妹了，对吧？这些跌的比较狠，这是明显周线上比那个 QQQ 大盘弱。我们也看这个日线上，那么日线上从这个最低点402这个反弹也是可以先画到这里，这样的话也是一个。12345，我们可以看前面这个低点多少？466.43，这是465.05，刚好没有碰到这个，对吧？也是一个5，这是一个最高点540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结构是跟标普那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么这里的话也是一个回撤，所以说，既然日线上结构一样，那么交易的方法也一样。因为我们缠论好就好在，你只要学会了这一套理论，任何的股票你都能分析。因为我们的分析方法是一样的，区别就是仓位。这个的仓位可能你标普的话，你可能打个比方，这是2买，对吧？如果说是标普大盘的话，你要买可能要买的比较多一点，可能进个40-50%的。那 QQ 可能要相对的就少一点，毕竟这个盘子越大，它越稳定。它的震荡的这个空间也小，这样的话你敢于进仓位大。像这种 QQQ 了，或者说很多人喜欢玩那些3倍的或者几倍的这个 ETF 的这个衍生品，那可能仓位就少一点。其实区别就在仓位，你交易来交易去会发现区别就是在你的仓位多少。那么这个2买或者说这个427.93，只要不被打掉的话，它就要生长出来一笔。至于这一笔是一个缓慢生长还是说一个强势的话，在当下这个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，它也可以直接再砸回来，把缺口补上，然后再砸掉427.93，那么其实就这笔连续，然后这就变成一个新的2买再上去，在当下这个位置你不能说就是砸掉之后这个位置你说啊前面这个2买被这个破掉了，那你的分析方法不对，对吧？不是方法不对，而是说你只要设置好了你的出场策略就没有关系。跌破它你出不出场，还是说你要硬扛，或者说你把你止损放在402，对吧？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承受这段的回撤，能承受的话，你在这个位置进，或者在现在这个位置进也可以啊，因为它只要生长出来一笔，你都是赚的。关键是你在什么时候位置进，什么时候位置出，或者说你在什么位置出完之后又在什么位置进。这是关键，而不是说什么方法。你即使不用缠论，你用一些简单的什么均线了，对吧？或者用顶理分型，都可以操作。关键还是一个仓位控制，还是一个
风险控制，那么你这个需要个性化，对吧？我一直说交易其实是一个很个性的东西，每个人的交易那个周期不一样，每个人的交易性格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，每个人特点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资金量不一样，那么你怎么能找到一个这个万能公式呢？没有啊，只能是你去个性化 customize it， 对吧？你把你这个适合自己的交易的周期、交易的仓位都配置好了，那么方法一学，不是什么都可以在什么股票上都可以应用吗？这就是这个QQQ， 因为它跟这个标普的这个一样，所以说也是一个交易。你比如说更细的没有啊，你除非是你是交易日内的，对吧？像这种日内的啊，这个出现了这个中枢了，然后跳空高开，我是不是要卖一点呢？那么很简单嘛，你这个只有这个进入段有离开段对吧？它当时是突破了这个457点，你是卖不出去的，因为它不背驰啊。那么你就到了小周期上，小周期上明显3段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1、2、3段。那么这个位置有背驰，5分钟上有背驰，可能在日内已经跑掉了。那么现在又下来了，现在要下来了，你就看它这个回落到什么时候结束啊，对吧？这就需要盯盘了呀。5分钟、1分钟这种日内交易你就要去盯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去盯盘只做一个股票的分析啊。就这个，如果说盯盘操作的话，那就去看你个人的一个时间周期了，能不能够做这个日内交易？很多人喜欢做日内的买卖，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，因为它5分钟这么一个短的一个周期，你在这4、5根 K 线卖不出去的话，如果说你在这个开盘这个位置追进去了，那现在基本上就套在里面了，对吧？先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做日内交易，然后再看要交易什么股票。很多人喜欢这个天天动来动去，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，那么最后还是非常苦恼的。我们看这个朋友 Jolist 朋友问 SG 一个餐饮饭店，这个股票我们是之前没有分析过，我们也看一下它的大周期，也是56跌到了6块钱。然后6块钱又涨到44，然后又下来，对吧？这个波动还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在下面这里的话，它这里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，这里也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。那么我们整体就可以在这个月线上，其实就是一个大中枢，类似一个中枢震荡，在月线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关注，如果说要做多，就是看这个下跌结没结束嘛，对吧？只要没有结束，它就要延续下跌，但是它现在已经跌破了，应该是跌破了 0.618 了。你可以从前面这个测一下，对吧？已经跌破了 0.618 了，就是跌的比较深了。一般这个回撤的话是最好不要跌破 0.5，一般到 0.618 那基本上就是转折了，那就可能就要去前低了。这就是在你利用黄金分割来这个看这个空间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，而且这还有个大的跳空缺口。在月线上，这里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，那有可能要补掉这个跳空缺口之后，看看能不能够企稳。这就是我们在大周期上是这么简单一看，然后看这段的这个内部结构也是一样，看看内部结构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模型。之所以要利用区间套，就是看它是不是结构是不是饱满。那么现在在周线上，没有过反弹，但是都不够比。所以直接就一笔下来了。看它的更小周期日线，那么日线上这段从45.12，我们只看45.12右侧的。那么这里是一次反弹，2次反弹，但是呢，第2次反弹是有一个特殊处理，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，可以画成一个中枢。然后再上去，然后这个回落。又形成了一个中枢，2个中枢趋势下，这个结构上倒是相对挺饱满了，对吧？一般在日线上出现2中枢趋势下的这种，如果说能够再给一个小3卖，然后再打一个低点的话，那就更完美了，就相当于3卖转2买，或者说3卖转1买也可以，这就是2种模型。但是现在它并没有出现这种，所以说你要是想进的话。
就可以等它的结构相对的更饱满一点，对吧？就是可以弹一次，就看你做不做这个反弹了。那么你也可以从前面这个起跌点看一下，它能不能够弹到20或者21，对吧？能不能够弹一下之后回不去，还出现一个3卖，最好是做一个2买。做2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像这种下杀比较深的这种啊，一般做2买就是稳妥性更强嘛。因为2买你前面有一个1买给你做参照物啊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，它只要不跌破前面的这个1买，它就是2买，对吧？或者说跌破它的话，也有背驰。这种做2买或者做再次跌破做这个盘整背驰的这种稳妥度、安全性更高。你如果说这个位置买进去了，它没有反弹啊，直接就快速下杀，你相当于你想买1买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你想捞1买这个底，但是呢，它没有出现一笔反弹，直接往下走，可能走了很深了，然后开始出现这个一笔反弹，就出现这个3卖这个位置，在针对它的话，如果说是3卖，可能走得很深了。所以说我说的是要等它反弹足够时间，起码要反弹5根 K 线吧。反弹5天5个交易日之后，你再做这个2买，或者说出现盘整背驰之后的1买，这样的话更稳妥一点。针对这个 SG 就是，我觉得这么一个看法。所以这个反弹可以不要，可以等待它再次回落。强一点的话，当然是拉回到这个中枢，那更好了呀，说明强嘛。那你还是做2买，它还是会给你个回落。最强是什么呢？最强是直接突破这个中枢，比如说直接突到这个120天和200天这里，那就更好了，越强势越好。我们要的是这种强势表达出来，就是有这个基本面可能出现新的变化，或者说那个宏观面出现新的变化。那么这种变化的时候，你做多更有准备，或者说你的心理上更踏实，对吧？像它这种弱反的时候，反而你不愿意去做它，因为它可以再出低跌。这是这个 SG， 然后再看他问的 NEM， 是一个黄金挖矿的那个挖黄金矿的一个公司，但是它可能也是跟这个黄金的走势比较接近，因为最近黄金的走势也是受到这个风险这个，因为黄金现在是成了一个避险的一个品种了，对吧？你发现最近市场大跌的时候，黄金是狂涨。那么现在市场开始波动性小了，那么这个对黄金的需求肯定就黄金开始，我们看这个现在我这里黄金是跌了2.76%，对吧？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。那么相应的这些挖矿的公司，毕竟是一个预期嘛，对吧？现在市场交易的全是都这些预期，那么它的大周期其实并没有脱离这个整体的这个公司的基本面。你会发现这个在这个非常大的周期上，它并没有脱离这个公司的基本面，也就是这个大箱体，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箱体，或者说中枢都行，它并没有脱离这么一个箱体，即使是短暂的之前是脱离过60吧，60以上都是一个这个可能是估值偏高了。那么如果说这个15以下的话，或者说20以下是估值就低洼区，所以说你就利用这个箱体交易就好了。如果说你想现在进的话，它已经很贴近60了，那么到60以上反而应该减仓或者去做空的。但是它没有明显脱离这个箱体的时候，你能做的就是在小周期上做震荡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大周期上是一个箱体震荡，其实小周期上也不会有太大的空间，或者说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单边行情。毕竟它整体的行情是一个震荡行情，就是一个中枢震荡，它的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。你去做它的话，倒不如去直接去做黄金的。那么借着这个，那么我们就这个简单说一下，毕竟它没有很多可以分析的，对吧？一个在大中枢震荡的个空间，你做不了太多行情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黄金。黄金的话，其实在前两天我做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一个关键的位置。我们看一下日线上，这个起涨点1810是这波大涨的这个起涨点，在日线上是1、2、3中枢趋势上，
然后第三个中枢，我们之前是找到过一个关键位置，看这个起涨点，然后三段，对吧？我们当时在前两天分析的时候已经找到这个 1.618 这个关键位置了，3430，它就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顶分型，对吧？你如果说不能够卖在这个3430这个位置的话，也就是说，4月22号这根 K 线的话，那么今天出现顶分型了，是不是应该减一点呢？对不对？出现减一点，然后看它这笔回落，这笔回落要看什么呢？就看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。看一下这笔回落能不能够碰到2956，如果说碰不到2956的话，还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还可以有5。那这个第5段还是弱反还是强反？只是弱反的话，这里就做中枢，那就是第4个中枢了，因为前面已经有3个中枢了，所以说看看做完中枢之后，是不是要再往下砸，对吧？其实这个即使这个位置首先要减。这个位置首先是减，然后你等它回落之后再买回来，然后什么位置应该多减呢？就是一个二卖的时候，日线上出现二卖的时候，因为你不知道是一个快速杀下来还是只是一个背驰的回落，那么你这个位置减掉之后，出现背驰之后还可以再买回来，要等到它2次反弹的时候，那就要多减了。也就是说，出现1次反弹、2次反弹的时候，又有这么一个趋势线，就这个位置一定要多减一点。那这个位置可能会成为一个快速往下砸的一个位置，因为它形成了2次反弹确认。所以说，针对这个黄金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分析好黄金了。那么这个跟黄金相关的那些，这个挖矿的这个公司差不多嘛，都是这个，因为他们是以这个黄金作为他们的这个基本面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那么你就知道该怎么操作那个了。这是针对这个黄金。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提问，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震荡指数 VIX。VIX 的话，我前两天分析的时候，是看它的小周期。我们先看一下裸 K， 在这个日线上的话，非常好的，现在是已经在30以下了，对吧？今天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探底回升的一个状态，这个反弹这个回落是够比的。我们看一下，但是它也是跌破了这个上涨的回落的0.618，对吧？然后在小周期上，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，我们之前在上一次直播分析 VIX 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当时我说它是可以是出现带中枢的，然后反弹必须要有这个明显的压力的时候才能结束。那么果不其然，它是突破了在1小时上，在这个120小时均线200小时均线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受阻了，但是它的结构是饱满的，对吧？是一个带进入段，然后带中枢，然后离开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说这个结构是相对饱满的。那么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现在是在1小时上已经形成2个中枢了，这2个中枢是有高低点有接触，形成了一个扩展的一个大中枢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2个中枢是出现了一个扩展的大中枢。那么这个扩展中枢是继续往下走，我们把这个扩展之后的中枢给它画一下。扩展中枢的之后就是上一个中枢的高位作为这个新中枢的这个上沿，那么下面这个就作为下沿，这就是你一个简单的画法。出现这种扩张的中枢之后，你可以这么画。那么出现扩张中枢之后，是不是要往下走，然后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大的扩张中枢呢？不一定，它可以是就是出现扩张之后也可以结束，因为不是所有的走势都需要2中枢才能结束。1个中枢也可以结束，因为1个中枢就是一个盘整下结束，2个中枢就是一个趋势下，对吧？所以它形成1个中枢也可以结束，也可以掉头。那么你怎么来判断是哪种情况更强呢？那么首先在1小时上，如果说它要强势的往上走的话，就是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转折的话，那么首先要突破最后一个中枢的上沿，对吧？你如果说连最后一个中枢的上沿都不能够强势突破的话，那么一个回撤给到一个2、3买重合，继续往上走，那你不可能体现出来强啊。你如果说只是反弹到了120小时均线，120小时均线刚好也在这个中枢上沿这里，然后继续往下走，那只不过就是在第2个中枢在做中枢震荡嘛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个 VIX， 但是它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反弹状态，然后 MACD 看这个 MACD， 如果说能够张口张开往上走的话，那可能要进到中枢里面来。
那就是还是在做第二个中枢的一个中枢震荡。所以说它在上涨的时候，那说明股票那边是在跌的。那么你要想进场做多的话，就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大的机构或者说这些大鳄们都在买这个期权做对冲呢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小心点？所以什么时候可以？你要看它有衰竭啊。这里有一个60分钟有一个中轨和这个120小时均线，这两个就是一个明显的压力位置了。到了这个中轨这个位置，或者说到了这个压力的冲到这里的时候，哎，冲不动了。冲不动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说法。什么叫冲不动啊？对吧？冲不动只能是简单的一个说法，你需要看它的内部结构，需要降低周期，去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饱满，是不是充分，对吧？一定是不能只单看一个周期，一定是结合2、3个周期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更清楚，才能够相当于把这个显微镜的度数放大，看得更仔细，你才能够尽量抓在拐点的位置。缠论就是一个抓拐点的这么一套理论。所以说现在它如果说继续往上冲的话，你在股票里面做多，你就要小心一点。就是针对这个 VIX， 我们结合它来分析股票里面，或者说结合它来看那些大机构的一些动作，因为大机构他们要对冲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买期权对冲嘛。再看这个苏珊朋友问的这个英伟达，英伟达的话，我们也看一下它的结构，也是它在日线上的结构跟前面的这个标普啊什么 QQQ 都差不多。我们之前是分析，把这个去掉，这个144.1这个位置并不是86上涨以来的最高点，因为最高点在前面这根 K 线，在115.1是这个上涨以来的最高的 K 线。但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时候已经说过，在日线上我是可以用递归的方式先递归到这里，原因是因为我要跟它前面的这个 K 线做中枢，也就是说第二个中枢是在这里。我们说一下它这个结构，相对是比较复杂的。从高点下来，我们看一下从最高点153下来之后的结构。这是进入段，一次反弹、2次反弹构成中枢，然后开始离开，再次反弹出现一个三脉，然后再次下来出现了盘整背驰，又拉回来，拉回来之后，这个114.1就是第二次反弹确认嘛，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反向的第二个中枢。然后又下来构成了一个二买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回落呢，时间上是够5根的，跟刚才标普是一样的。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二买。那么这个要做的就是这笔反弹，要么是再次突破114.1，或者说非常强势的往上走不背驰的1、2、3段，这就是你在这个点位，94.5、94.05你可能买不上，那么你在出现底分型的。也就是昨天的时候，可以尝试进场了，对吧？毕竟它是一个潜在的二买嘛，前面有一买，所以说这个位置，而且这个 MACD， 你看那个 MACD 非常浅的这个面积也好，然后快慢线都不往下走了，那么这个位置二买这个位置进一点仓位是应该的。那么现在等待的就是看它是不是要，我们刚才分析这个 VIX 已经知道了 ，VIX 要往上冲，说明这个股票可能要往下沉一沉，看它是不是要把这个缺口补上。如果说不能够补缺口的话，这还有一个类似倒行反转。什么是倒行反转呢？就是这里有一个缺口，这里有一个缺口。传统理论管这种结构叫倒行反转。倒行反转的这个转折的力度就强。如果说把缺口补上的话，就是弱势，对吧？所以说针对英伟达的话，你能做的就是今天的开盘之后的上涨有没有跑，有没有减。但是在当下现在的话，你现在卖也行，那么就看它是不是要把缺口补上，这个就需要去到更小的周期去看了。好的，那么的话我们就只能说这么多。但是呢，整体的结构只要这个86.62不要被打掉就好了，那就是你的防守位，对吧？86.62就是防守位。那这里就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之后再上去，甚至是什么呢？甚至是在这里做中枢，然后再继续向下。那所以说86.62作为防守位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快速往下走，因为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扩张大中枢之后的一个小 B 段，所以说要防止它，就是以86.62这个做防守位。
一定要有防守位，因为你不能够知道它的下跌空间的，这是我们需要这个防范的。然后再看这个朋友 QA007 朋友问的 SQQ， 应该是做空 QQQ 的这个标的，对吧？那么就是 QQQ 涨的话，它就是跌的；那么 QQQ 跌，它就是涨，所以它是一个做空 QQQ 的。那么这个应该是不带杠杆，这个具体带不带杠杆我不知道，但是 Ultra Pro 有可能是带杠杆，也有可能是只是1倍的，具体多少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，基本上就是跟 QQQ 相反的结构嘛，也就是以这个最低点 26.12 这个作为分割点，我们看它右侧就好了，因为左侧也是，你就看美股是一个长牛啊，这是一直跌下来，对吧？它可能中间也出现过除权之类的，但是呢，做空，是因为它是做空的嘛，做空还是难的，但是你有这个能力也没有问题，所以说就是还是要看，你能不能够清楚你自己有多少能力来做交易。那么它在日线上最后出现了这个，我们把最后这几根 K 线给它画出来，一笔上下再次上，但是呢，这个上之后。它这个也是 K 线，其中4月09号这一天的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，但是我可以画到这里先，然后再一笔上，这就是它日线的一个结构，对吧？我之所以这么画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这个 K 线跟那个标普一样，它是满足5根的时间上满足了，然后这个结构这样的话，它是有中枢的，所以说在 QQ 上我们这里有一个日线中枢，啊，基本上也是啊，踩到了日线中枢的下面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低点，今天有没有出现新低？33.43，那有可能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，33.46，所以说可以是把这个前面这个移到这里来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它是这么一个结构，一个下上下，这里是看它能不能够再弹一次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要做的就是这个位置可以先进一点，然后。潜在的这个压力的位置就在这里，你可以把它设成一个39.92，前面这里是40，那么就是40这个位置是这个中枢的上沿，就是40也是一个整数位，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，看看它能不能够突破这个中轨，甚至还有这个裸 K 的话，200天也在这里，对吧？就是一定要强势的站上这些之后，那就有希望去40了。去到40之后，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继续震，还是说能够强势上去。所以说现在就是现在这位置先近一点，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够往上走。那你也是一样，这个的止损就跟那个前面的不太一样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从33跌到这个最低点26，我们看一下空间，这个空间太大。这个33这个位置跌到26的话，20.9%，这个空间相对还是比较大的。你要是止损放20个点做止损，那就太大了。所以说，可以用这个120天吧。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进场了，33附近进了，你可以把止损放在32附近，就也不要太深，因为太深的话可能就要去前低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止损位置放的也是相对比较讲究的。一呢，不能让它这个快速的这种扫单把这个你的止损打掉；二呢，也不能太深。你说你止损放在30，或者说放在26都太深了。所以说，仓位也是需要考究一点，止损位置也需要考究。你不能说不放，尤其是在做这种衍生品的时候，说我不带止损。如果说你承受能力强一点的话，是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的，对吧？放在26或者说26.1。这个止损更好一点，因为它想打到这里的话难度大一点，但是一旦打到这个位置，这个20的止损你需要能够承受，你才能够放在那里。但是如果说放得太浅的话，也只能去这个被这个扫单给打掉。所以说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的一个情况。好的，还有5分钟时间，那么我们直播到12点半。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
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其他的，大家可以继续提问。如果说没有提问的话，我就随便选一个，看看那个可以看一下这个 Palantir 啊，这个你看它涨的从最高点下来的话，只跌了19%，对吧？那么今天它一个大涨，我好像注意到一个消息，好像是跟某一家公司有什么消息出来，好像要做这个用 AI 驱动的战斗车还是什么玩意儿，也就造成它的一个上涨。那么这个图形上看一下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它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周的大底纹型，然后它的结构是从16.14上涨的，1、2、3、4往回撤，现在是出现5也是一样，66.12这是防守位，要么是一个弱反，甚至再出现一个强的5浪，再次突破125.41，对吧？那么就是这个出现周的底分型之后的情况，然后看一下日线，日线上3段。它从125.41下来的话是3段下跌，这个3段构成了周线上的那个一笔下跌。那么在日线上，现在这些 K 线构成了周线上那个底分型，对吧？那现在日线上的话还只是一笔上涨，日线上还只是一笔上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 K 线的次级别，也就是1小时。1小时的结构，我们看一下。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，然后再次下来，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，然后又上一个高点，对吧？那么1小时上这里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，那么1小时中枢有了，前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前面是3段，1、2、3段构成进入段，然后构成中枢离开。那么你再比较，就这种结构，前面的是3段。前面是3段，后面离开，就是进入段是3笔，离开段是1笔，它俩的这个级别不同啊。级别不同的时候，你是不能够比较它的这个大小空间的。你想比较的话，只能是比较同级别的。这个是一个我在我其他的视频中已经强调过，你现在比较是只能从这个位置比较，从75.22上涨作为进入段。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。进入段跟离开段，对吧？它是突到了0.18，突到0.18上不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的回落在当下的时候，它这个回落也是够比的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其实是一个5段构成了中枢，然后出现了一个跳空往上走。但是因为它这个跳空往上走带缺口，这个跳空这段是不够比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但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回落这个点位再重新测一下，因为跳空段不够比也没有关系。就是说，现在我再重新重复一下，这个是进入段，这个是离开段，从这个起涨点开始算。那么它只是谈到了0.382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其实给到的这个技术含义更强了，只是这个空间只是前面这个空间的0.382的位置。出现了一个顶纹型开始，所以说你要有这个Palantir的话，可以先减一点之后，等待它再次有一个明显的回落，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下面1小时中枢的300，然后还可以继续往上走。所以说，针对这个Palantir的话，因为它在2004年是一个市场非常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大牛股，而且它是又跟 AI 相关，又跟军工相关。然后呢，我之前好像也看过一个这个公司的基本介绍，这公司的这个就是董事会主席啊，一个叫什么 Peter Dale， 一个这么一个人，好像是跟特朗普跟这个马斯克都关系非常近的这么一个人，好像还是之前这个 PayPal 的这个。他好像是跟马斯克他们一起搞的 PayPal， 就这么一个人是 Palantir 的这个董事会主席，你可想而知他的背景，他能拿到那么多国防部的军工单子，你说这个公司的背景有多深吧？
所以说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就敢于买低点，对吧？对这种基本面没有问题的，你就敢于买低点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缠论是一个3个维度选股的这么一套系统，不单单是要看技术面，还有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呀，对不对？只有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好的情况下，我才敢于这种回落的时候我敢吃它。所以说不是说技术面更重要，而是前面2个可能比技术面还要重要。如果说你的技术分析出现了问题，你分析没分析好，但是呢，你能够长期拿得住，可能长期来看的话，你也不会，就是说对于一个公司，你即使不动的话，你都想亏钱可能都难。对于一个好公司，因为它管你动不动呢，这个公司的那个业绩好的话，它会是一个盘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说，你即使不操作，可能都是赚钱的；即使你的技术不好的话，可能都是赚钱。只要你能够长期拿得住，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不要单单的学技术面，而是说选股你一定要选择好技术面比价关系好的公司。这样的话，你长期拿的话是有信心的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现在已经到了美东时间12:31，我们的直播也结束了。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，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